我们的大脑呢，经常会思考3个时态：过去、现在和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断的复盘过去，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未来会有更好的一个决定。但是如果把时间线放到很宏观的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说它的时间跨度一变大的话，过去的选择已经不能再给未来给予任何的参考。因为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曾经从农业的社会变成一个工业的社会，现在呢又要从工业的社会开始变成一个科技的未来，用 AI 来主导的一个新型的社会。所以在过去我们在公司上班，在学校里面的学校制度，在未来这一种思维的模式都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很多人就会忍不住的产生很多的忧虑和恐慌。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尝试带入占星的概念去思考和规划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东西，或做一些设想。然后我就想到了天王星。天王星呢，它是一颗时代的行星，它在每一个星座会停留7年的时间，环绕12星座总共需要84年，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循环是非常的长的。恰好在今年4月开始，天王星就会进入了双子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王星是一颗怎么样的行星。在1781年，威廉·赫歇尔透过望远镜第一次发现了天王星，这是人类第一次透过科技去发现一个行星的存在。在这之前呢，其实人类是用双眼去了解整个太阳系的。所以呢，天王星最大的象征意义呢，是打破了传统的认知、科技和一些个性。同时呢，天王星的外表呢，呈现是淡蓝色的。在占星里面呢，蓝色和电是相关的，所以天王星再准确一点来说，它主宰了电子、半导体、电脑以及网络。加上天王星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行星，它的自转轴倾斜角高达 97.77275 度。同时呢，它的磁场中心也有着很大的偏移，虽然这一点还没有被确认，但是它呢也让天王星代表着一些非主流、很独特的个性，也代表着反对一些很陈腐的传统思维。因为它的偏移性，天王星也代表着不稳定、不按牌理出牌的个性。总结来说，天王星就很像一个非常叛逆的一个人，他会对于这个世界所有不满意的事情都会去反对，然后不断的做出一些革新。这一种过程一定是会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的。前面也提到，天王星在每个星座大概会停留7年的时间，这正好是人体细胞更新的周期，也是我们对于一件事情感觉到厌倦的周期。例如说，我们有一个说法叫7年之痒嘛，所以呢，天王星呢也代表了一个从创新到厌倦又重新再开始创新的一个整整7年的周期。每一个7年就是去打破固化的一些社会的结构，引发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或者危机，去逼迫大家进行改变，推进社会的更新。所以它落到每一个星座，就会在这个星座所代表的具体的方面带来改变。我们马上迎来的是双子座的7年。双子座它是黄道上面的第3个星座，代表了信息的采集、分类和传达。它是风象星座和变动星座，也就意味着它核心的本质呢是永无止境的变化。我们可以理解它的形象是一对双胞胎，也就是说它代表着二元性，我们的矛盾的心情、犹豫和不稳定的一些个性，也因此呢它会产生很多的变化。所以呢，双子座的人永远有很大的好奇心，也没有很久不变的信念。在身体上呢，它主宰着双手、肺部和神经系统。我们可以理解神经系统就是把一个信息从 A 传播到 B、C，一些很短途但是又无限的传播。所以双子座它需要的呢是信息被很快速遥远的传播，不断的从不同的地方吸取资讯。也就是说，在未来天王星进入双子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具备很大的好奇心，不断的从不同的地方吸取资讯，学习知识。我们需要去学习怎么样去整合一些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信息，去创造新的逻辑和结构，也需要具备很强的适应能力去
去面对瞬息万变的变化。双子座在科技方面呢，也代表了交通、通讯等等一切和流动传播相关的一些发展。所以说天王星落入双子座给我们最大的威胁感，就是这种瞬息万变的变化，大量的讯息会让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应该选择什么。我们过去的恐惧可能是道路很少，我们的一辈子需要选择一条很正确的道路，然后往着这一条职业的道路或者任何的方面去耕耘下去。但是现在在天王星进入双子座呢，我们看到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机会，以及非常非常多可以学习的空间。我们的时间就会逐渐变得非常的不够用，不知道应该要在这个时间段最迫切的对我们来说要学习的技能到底是什么。要去了解未来的7年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过去的7年，也就是说天王星进入金牛座的时代去了解一下这种变化。在过去呢，天王在金牛座的时候，金牛座所代表的是一切我们所触手可及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居住的环境，外面呼吸的空气，我们能触摸到的树叶，各种的东西。因为天王星呢进入金牛座的这个时代，我们人类呢对于每一天朝九晚五的要去上班上学的这种生活已经感到很厌倦了。我们的生活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困在一个环境里面，很少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去接触大自然，或者说去周围动一动。可是呢，这一种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意识呢，只是存在在集体的潜意识里面。在20年的时候，我们发生了全球性的重大的疫情，它强迫我们从主观意识的感觉到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困在家里，没有办法自由的出行，没有办法再去跨国的旅游，也没有办法自己去超市去购买新鲜的食材。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一种当人类和环境产生隔阂的时候的这一种恐惧和疲惫的感觉。所以呢，在疫情发生的期间，我们重新的去思考了空间对我们的意义。我们开始有着虚拟的会议的产生，我们开始去思考传统的金钱，我们需要去银行才能办理的业务，这种繁琐的过程给我们带来的负荷，去促进了一切的系统在网络上就已经可以办理大部分的事情。同时呢， AI 让我们开始思考像金牛座这种我们需要用双手去控制一切的器材工具的工作性质，是不是可以迎来新的改变。然后呢，在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就迎来一大波的旅游潮，很多的餐馆开始出现，我们非常的愿意去各种的餐馆，各种的地方去旅游去探索。以前我们可能从来不会去爬山，不会去接触海洋，但是因为疫情我们被困在家里的关系，现在这一切的体验都会让我们觉得欣喜，会觉得有迫切性，这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恐惧所推动的一些行为。但是你会发现这种浪潮并不会维持非常的久，在还没有踏入天王双子座，也就是说2025年左右，很多的餐馆和旅游业又开始慢慢的放缓了。这是因为前面的所有的行为是由恐惧而产生的。当人类习惯了又回到了正常生活之后，这种冲动的消费和体验的心情呢，又会慢慢的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可是它对于社会的影响是不会改变的。例如说政府和很多大型的商业的公司，他们都会发现以往我们很多的资源都是依赖着全球性的物流链去满足我们的供需，但是当社会开始发生不稳定性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去依赖这些物流链，没有办法再用船或者飞机去运输一切的物资的时候，国家本身可以提供的社会性的资源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就开始去促进国家内部自己的供需，关于食物、资源、能源，一切的需求都需要变得从国家内部就要尽量的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于是在天王双子座，也就是今年的时间，我们就会看到有2个极端开始出现。一个呢是虚拟化所带给我们的全球化的资讯的流通性，以及科技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全球性的交通网络会更加的发达。但是同时呢，国家呢也会想要把很多的资源放在国内自己的一些产业的进步。这一种两极呢就会诞生2种完全不同的一种世界观的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本来依赖全球供应链的出入口的国家，他们也会开始把资金放在内需上。同时，一些国家如果把大部分的资源发展内需的话，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国家资源的丰沛度去发展更加多全球的网络，尝试呢把自己的产品或者资源呢出口。这种多元化呢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传统的我们的资讯科技和交通网络迎来一种很重大的更新。或许你会不知道，其实世界上有30%到50%的地面是为了停车而设计的。人类开车和停车都需要很大的车道和停车的位置去容纳错误的操作，所以呢，以往我们建设交通网络的时候是需要花费额外非常多的成本的。为了降低这种成本，我们会看到未来的7年会开始发展立体性的交通。什么是立体性的交通？也就是说，除了在地表之外，从天上的以及地下的交通网络开始会建设的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理解未来的交通网络就好像双子座一样，是点对点的模式，而不需要像以往一样在每一条我们所经过的道路上都需要铺设水泥路。而这一种点对点的位置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会有很多公司开始发展飞行器，从短途的 A 点到 B 点设计2个停机的位置，在每个停机的位置只需要有这个飞行器的充电装置就可以了。所以未来很多大楼的天台呢可能就会变成停机坪。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拥有这个技术了。现在从深圳到珠海，以往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已经可以用这种空中的飞行器缩短到20分钟。立体化的交通网络除了天上还有地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地下交通网络就像铁路一样，可以无限的被挖掘，从不同的点位去输送。例如说现在 Elon Musk 他就正在研发无人驾驶的地下通道，希望可以透过无人驾驶，但是现在还是有人驾驶的，用来降低交通的时间。我们以往只能大部分的去依赖地表上的地面交通，以后就可以分流到天上、地表和地下3个方面了。同时呢，还有关于货物的运送。如果我们可以发展地下的输送网络的话，地表上呢以后也不需要再有货车的出现，因为货物它不是人类，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快的发展到一种高速的货物的运送。这些科技相信在未来的7年会被提及的越来越多。所以随着交通网络和无人驾驶的越来越发达，司机这个职业在以后确实是应该是不会再出现了。以及通过科技的发展呢，以后维修这些器械车辆都可以通过机器人，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需要初级或者中级的一些机械的维修师了。未来的维修应该是会检测这些机械是不是从根本上本身就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对于机械工程师的知识的需求会越来越提升。他们不仅仅需要学习了解机械本身，还需要呢去了解维修机器的这些机器人。同时呢，因为交通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人类就可以从公司学校里面的环境摆脱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里或者旅游到任何的地方进行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我们以往在学校或者工作环境里面做的更多的是一些执行类的工作和思考跟学习，但是在未来执行性的这一些层面呢，完全就会被机器所取代了。所以未来7年呢，学校就会从执行性的层面开始转型为去教育学生该怎么样去思考。可以想象未来的学校还需要转型为去教育学生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的机器层面的执行能力提升，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去利用 AI 去问问题。如果老师、学生或者你工作环境里面的上司依旧停留在怎么样去控制员工，怎么样去希望学生乖乖的听学校的话，这一种思想呢，在未来的7年甚至更快，可能这1-2年就会迎来很多声音的反对。比起去禁止未成年人怎么样去使用社交媒体和手机，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去构思
思和投放资金的是让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好好的去思考应该怎么样去利用这些通讯科技去达到更好的效用，然后把这个技能教育给学生，让他们知道这些工具是怎么样去帮助自己，而不是让这些工具去操控自己。我们在未来的这7年可以看到最大的变化，除了工作环境和学校环境之外，还有工作形式的改变。游牧式的生会变得越来越流行，因为我们的交通网络变得越来越发达了。那因为双子座知识网络的扩展会非常的快速，所以传统对于某一种特定职业的技能的需求呢，以后的这个界限肯定是会被模糊的，甚至是用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么快的速度去发生这一种转变。但是一些工作本身呢是不会消失的，需要学习的呢去从执行变成研发。有创意的人呢现在开始就会去创造一些相关的工具，例如说会计的 AI， 或者说用会计和个人完全结合更加个人化的一些 AI。 它涉及的甚至不仅仅是会计本身，去帮助大家去交税，或者是说去计算公司的利润，甚至呢已经可以提供个人关于理财的建议，或者公司经营的一些建议。这种全面性的系统在未来我相信是会出现的。而更多的人如果说他并没有这么强大的创作的能力和使用创造 AI 的技巧的话，他们就会变成技术人员，去不断的精进这一些 AI 的 prompts， 让他们可以做出更好的解答。那很多人会觉得以后的商业环境工作环境就仅仅只是说一些低阶或者中阶的职位被工具所取代了，然后公司可以继续透过这些工具去赚取很大的利润，只有普通人和穷人呢会面临更加贫穷的情况。但是其实现实可能不是的，因为在早几年去中心化的这一个想法已经被提出了。什么是去中心化呢？其实是一些人建立了一个平台，就会在这个平台里面产生一些代币，而这个代币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代币是一个投票权，也就是说这个平台里面的所有人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代币去投票，每个人也可以提出提案，通过投票的方式去通过这些提案去进行改进。所以未来的公司的转型呢很有可能就会逐渐的去中心化了，我们的每一个人会拥有投票权去决议这个公司未来的趋向。老板或者是说公司的上司，他们的权利就会被稀释。如果说他们不懂得转型的话，公司的老板可能就会被员工给取缔了。我们获取金钱的方式呢，除了说我们普通正在进行的职业之外，其实我们的每个人，例如说居住的社区，我们正在付钱的能源，一切我们所涉及碰到的部分，我们都可以透过代币的购入和售卖去获得新的利润和新的话语权，这些就会变成我们未来真正的生活的方式。当然呢，这可能是非常遥远，需要10几20年30年或者更远的时间，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7年里面呢，这种想法是会被提及。所以对于未来，其实我没有像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悲观。我们人类呢，总会有很多的方式去创造我们自己的价值和未来。每个社会的进步，其实它本身就是来自我们的恐惧和不安的。然后呢，所有的人就会想办法去让我们做出更好的改变。社会从来不会因为恐惧或者说工具的被取代而让人类完全的失去了价值。至少我们生活这么久的社会一直都是往上而不是往下的。所以你对未来有什么看法呢？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我们下次再见。